臀部下面的这个臀壁这条褶没有了，所以呢，它会臀部会看着翘。虽然它翘吧，但是呢，归纳起来、概括起来呢，它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特征。这个倒梯形，这个斜面，这个臀部的底面，然后归纳起来它还是这样的一个形，只不过呢，面和面之间的过渡呢，需要更加的圆润，更加的自然。臀部这一大块咱们看不到肌肉的线条，那咱们看到的臀部的形状呢，它更像是一个球，从这个位置开始，那两个球之间的一条缝，然后球的这边还不圆，因为不同人肌肉发达程度不一样，脂肪含量不一样，然后各个年龄阶段不一样，臀部的形态又千差万别。它最圆的地方呢在这里，最凸出来的位置也在这里。那臀部上方它也有一个圆，但这个圆呢它不是球，它更像是一个长的椭球。而且它红笔描绘的就是整个臀部最高点隆起来的高点啊，这就是臀部隆起来的棱。它的棱不像线条，更像是面。通过这个高棱，我们还能够大概分出来臀胯部的一个朝向面。这两条高棱呢，就像两个反向的括号，它是这样隆起的。那在这两条高棱之间，上边这一块有一个倒梯形的斜面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图片里面找到它，这是我们臀部后方的斜朝上的面，这是一个大面，然后呢是挨着这个倒梯形面的两个朝侧的斜面，这是朝侧的斜面，正后方和斜后方两个视角的图片对照着起来去看，能让这个概念更加的直观。然后这里呢是臀部的底面，我们整个臀部的体块概括起来，大概它呈现出这样的一个造型。然后我们再把面和面之间的这个过渡做好，那么臀部的这个形状基本上就出来了。这是对臀部造型最接近它自然特征的一个概括。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图片，在真人模特上我们去看一下这几个大的朝向面。那么这个牛仔裤呢，它有一些提臀的效果，臀部下面的这个臀壁这条褶就没有了，因为呢它把臀部的肌肉啊提臀嘛，它有个提臀的效果，就把肉呢给挤压上去了，所以呢它会臀部会看着翘。虽然它翘吧，但是呢归纳起来概括起来呢，它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特征。这个倒梯形，这个斜面，这个臀部的底面，然后归纳起来它还是这样的一个形，只不过呢面和面之间的过渡呢需要更加的圆润，更加的自然。当然我们仅仅只是进行这样的概括当然还是不够的，因为我们的臀部呢它还有其他的造型特征。这个位置就是髂后上棘，这个位置就是底正中棘髂后上棘和底正中棘相连，这里是一个斜着的小三角面。从这个小三角形的尖端开始是有臀部，我们臀大肌和臀中肌之间的这个界限呢不是特别的明显，有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明显，但是有的时候呢能够看出来一点。我们在臀部的底面做一些过渡自然的面，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圆润饱满，这样的话看起来就更像是一个臀部了。那这就是我们臀胯部后视图，也就是臀部的一个形态结构。